期中选举，这次川普真的不看好。中国现在手上有2张王牌，川普不敢惹，而且想要追求的东西。如果中国大陆把这个稀土紧箍咒把它一收的话，这不只是军工业、电子业极端需要稀土的，那美国很多产业要开天窗了，这个川普要负责。所以今年从美国角度，不但是要休兵，而且必要的时候要有很多交换条件。台湾问题就是其中一个。4月如果没有摆上台面的话，那后面还有3个见面。今天要来回顾一下，在今年一整年，我们要特别来关注的国际大事，尤其一开场我们就来关心中美之间的接下来的关系会如何做发展。因为呢，川普跟习近平预估今年会4度，川普他会4度的访问中国。那么习近平的话，现在预估来自于川普的说法，可能在年底的时候也会进白宫。另外一方面，中俄则是暗中的暗线联手，世界权力版图在今年会怎么发展？今天特别节目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这是来自于美国媒体 Politico 最新的爆料，说川普预计4月第1周他就会访问北京了，跟习近平主席见面，而且今年可能不是一次会见整整4次的习川会。4月份，包括我们来看到接下来的时程，4月份在北京，11月份在深圳的 APEC 会议，12月在迈阿密的 G20， 甚至年底刚刚讲了，习近平可能进白宫。大使怎么看今年的这一次的会面有什么重点是我们要特别来做关注的？这次应该不是去吵架了也不是去这边斗争了。我想应该是川普要营造一个有利于他在今年底的期中选举的一个氛围。所以去年底的时候，川普就叫他的这个应该首席幕僚吧，贝森特，美国的财长就出来说这个现在关系大抵都非常好，不会继续有什么斗争。然后呢，今年要见4次面，然后呢，预期美中关系可以怎么样？可以在一个这个平稳向上的一个状况，所以就已经把今年的调子中美关系的调子就已经美方就定了。那事实上的话，美国方面学者对今年中美关系，从美国的角度，它的定调是什么？休兵的1年。休兵。那所以在休兵的时候，这个为什么要休兵呢？最主要原因有2个，一个是美国要大选，期中选举。这次川普真的目前为止不看好，如果没有什么事情出来冲洗的话，那真的是。川普现在惹出来的祸真的是蛮大的，尤其他那个 ICE 被美国有一些国内人士说，这就不是新纳粹党吗？对不对？这不是这个川普的铁卫军吗？SS 吗？这个在街上杀人，只差没放火了，对不对？3K 党一样。3K 党一样啊！川普的私人军队什么时候冒出来一个 ICE， 还有这么强大一个部队出来？而且呢？不受任何州政府、任何人管不了，就川普一个人的命令，所以就变成这个在美国造成轩然大波啦。然后经济也不好，所以川普今年的期中选举，说实话，他不希望有太多的冲突，外界的冲突，而外力基本上要能够帮他的选举。那另一方面，回过头来，就中国大陆现在手上有2张王牌，对于川普来讲是必须要怎么样？要谨慎行事。第一个稀土，如果中国大陆把这个稀土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紧箍咒把它一收的话，那美国很多产业就会把这个责任归诸于川普。你搞了半天，让我们这个工厂生产不出东西下来，我没有办法制造啦。这不只是军工业、电子业极端需要很多稀土的，那美国可是要真的要开很多产业要开天窗了，这个川普要负责，所以。稀土它惹不起大陆。第2个呢，大豆，对吧？撒豆成兵，现在每一颗豆都是1颗兵，对不对？不要说2500亿这个2500万，2500亿吨的这种大豆，那这个都可以的，不是撒豆成兵，撒豆成票，通通可以换成川普的选票。川普的核心支持者很多是豆农人，中西部的这些农夫。那你要施政以后把我的饭碗给打破了，那对不起我再认同你的想法，我也不会投票给你，换人。所以呢，基本上，所以就是说，中国大陆手上有川普不敢惹，而且想要
什么样想要追求的东西。是。那所以这2个因素加起来，川普今年不会跟中国大陆怎么样硬刚，那甚至会拿一些筹码来跟中国大陆做交换。如果他需要大豆，他需要说，再买点牛肉吧。他想说，你猪肉吃也蛮多，再买点猪肉吧。最后后来说水产品能买一点吧。这都是各州的那些参众议员，联邦参议在选举告急的时候，会跟川普讲说，我下面的选民这个这个猪肉协会明尼苏达州，或者说哪一个州，或者阿肯色州猪肉协会说，你要帮我搞到卖掉多少吨的猪肉的话，我票就给你。那去哪里找这么大买主？当然中国大陆了。所以今年川普来讲，从美国角度上来，是可能会不但是要休兵，而且必要的时候要有很多交换条件。是。那台湾问题就是其中一个。那4月可以见端倪。4月如果没有摆上台面的话，那后面还有3个见面，所以呢，今年对我们来讲的话，尽量少去刺激大陆，是，也不要去刺激美国。那这个我们能够很平稳的这个度过1年就很不错了不要把自己认为我们是所有的这种国际政治里面的我们是什么？我们还是操盘手嘞，哇，那真是太危险了。是，所以今年的中美关系，我想就是说，不见得会好到哪里，可是也不会继续恶化。那如果说双方要认真都有所需的时候，那就要拿很多项目出来交换。是。那所以这个交易的机会很大。好，所以中美在2026年这是一个稍微休兵暂缓的1年，但是这个细节会做一个大交易，会用什么来做交换，这我们会持续的来做关心。那在地缘政治上，我们知道中美2派现在2派的阵营也在成型当中。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会来特别关心到就是美国跟日本这个加深他们的关系，另外一边就是中俄之间在加强关系。我们先来看美日加强关系。高市早苗不是在2月8号这个众院的选举当中，刚拿下国会2/3的这个修宪门槛，拿到310席，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吗？在此刻呢，川普也说了，他接下来在3月19号非常欢迎高市早苗来跟他做见面。那为什么呢？川普要这么做呢？是要先控管日本吗？那高市现在取得国会的优势之后，对于接下来的美中局势又会带来什么变数？委员又怎么看？当然了，就是说高市早苗对这个川普来讲讲好听一点，他是一个很听话的盟友那么讲难听一点，他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像赖清德一样，做美国很听话的小弟尤其是高市早苗对这个对川普的这种阿谀谄媚几乎就已经到了令人恶心的地步了所以你说川普最喜欢就是这样的调调扒着他的大腿，然后呢，这个尽量的奉承他，然后取悦他。所以因此你说川普在访中之前顺道到日本去一趟，这也并不令人意外。再加上高市现在已经掌握了日本的这个大多数的这个国会的席次甚至已经具备了修宪的能力了。所以现在外界都在预估说，接下来自民党有没有可能就直接来修宪法第9条了？那对美国来讲我认为美国对于高市修宪这件事情是某种程度是暗中乐观其成的，因为美国想要巩固他在印太地区的角色跟地位，他又不想自己牺牲奉献，脏了自己的手，所以他最好就是需要有几只看门狗，要有看门狗就一定要有牙齿那看门狗如果没有牙齿，那看门狗也没有用所以呢，如果今天日本没有具备牙齿没有具备一点武器，这个给这些小弟小妹的话你说叫他们来帮美国在这里捍卫美国的利益跟这个美国的这个地缘政治的稳定，他们是做不到的。所以其实我几乎可以预估得到的就是说，美国对于日本的这一次，如果高市真的要走向修宪的话，美国这个私下的态度应该是属于一放手乐观其成的，因为唯有这样子做，日本才会具备更大的这个主动性那么插手整个的印太地区的事务，就能够更不需要美国亲自出手了。那么，但是你说我们看到 Politico 说，在接下来的这1年，川普跟习近平会见4次面，那是 Politico 讲的那是美国自己放出来的消息我相信绝对不会是习近平中南海自己去联络 Politico 的记者说我要放这个消息给你的。对，那为什么要有这个消息呢？就是刚刚大使讲的因为需要冲洗嘛，因为他需要一些好消息去掩盖国内的这些坏消息。
所以你说到底4月份习近平跟川普会不会见面？我觉得很难讲哎。就川普大概是全世界现在排名这个第1名最想见习近平的人哦。那但是问题是，习近平要见他，习近平何尝不知道这是给川普加分呢？那就要像刚才大使说的，川普你要拿什么东西来交换呢？这就是为什么在前几天，我们看到习近平跟俄罗斯跟这个川普同时通了个电话，那电话里头跟川普讲了2个小时，他特别再三强调军售的问题，而且他的用词其实已经超乎了外交词句的这种礼仪的模式了，已经几乎到了画上红线警告的态度了。这个像大使是外交官非常的熟悉，就有些词句不是在彼此的正常外交这个对话当中可以用到的，可是习近平用了，他用了要求川普要谨慎的来面对跟处理对台的军售问题。是。那么因此，如果美国还是照现在这样哦，现在不但要卖我们，逼着我们台湾交了1.25兆去买它的军购，然后接下来美国又通过了所谓的台湾保护法案哦，那么现在就等着川普要不要这个签署公布这些东西。都是造成川习会是否可能成型的一个重大障碍了。就如果今天川普没有做任何的调整，仍然是玩这种把戏，玩2手的把戏哦，面子上讲好听话，然后台面上不断在你背后捅刀。那我相信习近平也不是省油的灯啊，他没有必要在这个毫无所得的情况下帮你川普造势哦。那你更不要提到说，如果川普在访日的过程当中，对这个日本军国主义的这个走向做出公开的表态赞成的话，那这也会严重的影响到川普能不能够跟习近平见面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这个4次会面是川普乐观的期待哦，但是能不能见得成，到底要见几次，那就要看川普的表现了。好，所以我们也看到说，现在等于说是美日联手会影响到整体接下来2026的亚太地区的发展，当然台海形势也包括在这当中。刚刚讲到的世界2大阵营，除了我们刚刚讲的2线嘛，美日之外，还有就是中俄。中俄在今年的发展又会是怎么样呢？其实我们来看到今年的1月4号，习近平主席才和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丁举行了这个视讯。那他没有预告接下来会不会跟普丁来做见面啦，就是这个习普会到底会不会成型，不知道。但是呢，习近平也特别强调了2026年的重要性，它是中国大陆“15+5”规划开局之年。那中方会跟俄罗斯在内的许多国家一起共同发展机遇。今年同时也是重要的日子，包括了中俄的战略协作30周年跟合作条约25周年等等。今年有没有可能在中俄上面可能有哪些新进度？汉庭又怎么看？在俄罗斯国内，莫斯科的精英早就已经抛弃了对西方的幻想，在莫斯科的舆论场上谈论的不再是如何融入到欧洲，而是如何的来搭上中国15+5的快车。尤其在川普的回归之后啊，让整个华盛顿充满了交易跟不确定的色彩，世界的动荡不安。所以中俄之间双方的背靠背合作啊，早已经单纯的超越了地缘政治的权宜之计，而是面对未来不确定性的一个定海神针。我们纯粹的从贸易上面来看呢，目前中俄的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都突破了2000亿美元，而在2025年呢，更高达了2281亿的美元，来到了历史新高。所以很显然的，未来至少几个层次的合作。第一呢，在能源上面俄罗斯对中国大陆的能源出口不再只是单纯的当一个卖油翁，我就是输出石油啦，而且最新的进展包括在核能甚至是北极的航道，在他们的开发上，中俄都已经进入了深层的绑定。面对大陆正在进行的15+5的规划，所以呢，俄罗斯也寻求中国大陆更高质量的一些制造业，而且呢，要寻求一些陆地上陆路运输的这些能源，那都能够有很好的合作。而第二，双方呢在金融上的去美元化合作也会更加的深刻。再来第三呢，普丁还特别提到了11月的深圳 APEC。为什么？今年的11月 APEC 就要在深圳举行了。那这是中国大陆的科技之都，也是被美国制裁名单的重点关照城市。所以普京承诺要去这个出席深圳 APEC， 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政治信号。中国大陆和俄罗斯将在遭到科技封锁的最前线，展示突破这个围堵的决心。那么在今年，习近平主席跟俄罗斯总统可能会见几次呢？大胆预测至少有3到4次。第一个呢，在上半年，因为普京总统极可能对大陆进行国事访问，这个克里姆林宫对话的时候，其实已经有释出讯息了，这就是对30周年的最高规格庆祝。
另外呢，也包含了上合会的组织、金砖国家的峰会，以及11月的深圳 APEC。所以至少3次，多的话呢，应该要有4次。所以可想而知，在2026年如果这边都讲说啊，这个中美呢要建4次的会谈，但这个会谈里面更多也都是一些交易啦、算计，关键是川普怎么样去得到他的好处。那么大陆呢跟俄罗斯之间的这个合作，其实呢也是一种对冲，而且呢反而是一种肝胆相照的表现。赶快来关心今年的国际大事，也就是在4月份，习川会正式的登场，会不会成为美中的大交易场呢？接下来我们会关心这当中台湾跟俄乌会不会沦为大国的交易筹码？今天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先来看到3个火线话题，我们今天会帮观众朋友来特别做解答。第一个，川普4月就会飞北京了，那这边呢，他是说呢，习近平也会进白宫，在年底的时候会展开合作。这场川习会接下来如何左右接下来中美之间的关系呢？还是会交换筹码呢？今天一起来做关心。第二件事情是，习川会要登场之际，高市早苗接下来他会去美国，那么普丁则是人会去中国大陆。接下来会看到世界的2大势力，也就是美日对上中俄，这个是新冷战成型吗？还是双方在为习川会来垫高彼此的筹码呢？最后我们也会来关心，在习川会还没开始之前，俄乌战争的时间表会是先出来吗？战场现在不是在前线决定，难道是在谈判桌上由政治来决定俄乌战争的前景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2026年首场的习川会，刚刚说了，预计4月份就会正式的展开了。那么在展开之前，我们先来看到今天可以看到有非常多场的这种全球元首的外交都会在今年正式的启动。先来看 Politico 正式的点名，川普最快在4月的第1周呢就会前往北京。那么川普自己也说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则是在年底的时候会访问白宫。他认为现在双方的互动是相当良好的，等于说中美之间是一来一往的。同时，今年的4月份大家还记得吗？今年的4日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习川会当时才热线，而且时间多达了1个小时，谈的议题非常的多，不管是台湾问题，或者是能源、伊朗、俄乌、军事贸易等等，但是大家还是把重点主要放在经济跟美中关系。所以今年4月份的习川会，它的重点会在哪里呢？会不会哪一些国家或者是哪一些军售案成为中美之间的交易谈判筹码？谢大使怎么解读？对，当然绝对会成为谈判筹码的。谈判的原则就是什么都要谈，越敏感的越放在前面。对，那现在事实上的话，这个美中关系从中国大陆的角度看，从美国的角度看，今年已经定调了，就是怎么样，就是一个和缓，就是怎么样，就不要发生严重冲突的一年。所以呢，贝森在去年年底，美国的财长贝森说，他说，今年呢，基本上呢。川普跟习近平会面4次，那现在2次已经搞定了，对不对？接下来2次很可能就是 APEC 的高峰会，还有一个集团体的峰会，那这都有可能见面。这个对美中目前来讲的话，这个元首的会面是非常重要，因为从川普，甚至从这个就是说这个川普2.0之前，这个基本上。现在美中推动关系的方式就是元首外交见面以后定下这个所谓的行动计划跟工作目标，然后呢交给下面来办，所以呢是一种元首之间的协议所引领的发展的一种关系。所以呢这个元首必须要见面或者打电话的原因就是说，第一个要进行盘点，我去年底在这个釜山我们见面。决定要做这几件事，2个月以后我们电话来看看是不是都达成目标了，然后再继续展望未来。所以这个就是说阶段性都会再怎么样都会通，他只要通话或见面，我认为就证明说这个有进展，没有进展的话，大概电话就打不成。所以呢，这一次见面之前这个电话，我觉得就象征说双方对于彼此承诺事项，大概都已经经过怎么样？经过盘点以后，认为可以再往下一个阶段走。那所以这一次就公开就讲了，我4月要去北京了。那大陆应该也是点头了。
然后再加上一个川普喜欢先破化，就是说，我觉得大概还在讨论中，年底习近平去美国白宫访问的事情。那所以这个基本上，外面的西方的这个很多学者跟专家，他们定义今年的中美关系是什么？他们有一个休兵，他们认为今年是休兵之年。对中国大陆来讲，没什么休兵战不战，中国大陆本来就不希望跟美国打。可对美国今年他为什么要休兵？这美国人讲的。然后我们今年跟中国关系为什么休兵？因为川普先生要选举，其中选举，其中选举，这在11月，11月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没有人知道。川普先生翻脸跟翻书一样，对，可他现在有需要，对吧？休兵。那我觉得中国大陆基本上看川普的话看得很清楚，就是说，即使你在这个其中选举失败了以后你还有2年，你起码在白宫还有3年，正常状况下，你当然不要发生意外了。那就变成就是说，你不可能心力，可是你也不要捣蛋。就是说我会让你把你掌控在你不要对我造成太大伤害的情况之下。那所以对川普来讲，中国大陆答应的事情也蛮简单的，其实川普要的东西也不是很大，一个稀土。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就是你买点我大豆、大豆、小豆、中豆吧，什么你都买吧，对。那这个很容易让川普很高兴，因为这跟他选举有关系。那其他贸易的纠纷这些部分已经大概就是 freeze 在那个地方，不太会再动。那现在就是台湾问题。那军售的部分，川普是唯利是图的。他以前川普1.0就说：“哎呦，台湾原来这么有钱，可以买这么多东西。”所以第一任的时候，他卖给台湾的军售就非常的大，那就是比他前任都大。那到了第2任的话，他怎么会不卖呢？所以现在就有人说他已经准备了，好像是200亿美元的嘛，项目要准备台湾来买。不过中国大陆，我想在这个问题上一定是不会放松的。所以这次在这个新华社有关习近平跟这个川普的这个会谈以后。中间有关台湾的问题，就是说，希望美方务必在这个在台湾军售台湾问题上要什么？要审慎行事务必，他用务必2个字。那这些事情会不会让美中之间就破局了？我认为也不会，因为中国大陆事实上它是从全面看对美国问题的，那会斗而不破。然后呢，在可能预期到川普其中选举以后，川普就会弱势。可是弱势做坏事还是一样可以，所以就变成就是说看3年，看3年。所以对川普来讲的话，就是未来3年，希望川普不能够做好事，也尽量不要做太多的坏事。好，那我们也看到说，中美的势力在2026年会不会就是暂时休兵？但是中美对抗的势力绝对会持续的存在。那其他的国家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又分成2派来做竞争？一派是有关于日美之间的合作，那另外一派就会在中俄。我们也特别来看到几个即将要发生的事情，就是高市早苗宣布的嘛，他在他的众院选举成功之后，宣布3月要进白宫，强调日美同盟，也抛出修宪还有军事的正常化，这是日美关系的加强。另外一方面，另外一头是中俄的加强。普丁已经接受习近平的邀请，上半年他会访问中国大陆，正式为世界画出2条分隔线吗？那么这2条路线是不是也是在为接下来的习川会来预做暖身？上这个又怎么解读？我想，中国跟俄罗斯这2国跟美国跟日本，虽然我们乍看之下，如果就经济体来说，那么大家各有擅长。但是呢，就政治跟所谓的军事实力还是不能比中俄自己本身都现在是全世界的前3大强国。那么如果说第2名跟第3名大家一起这么紧密，而且特别是在乌克兰战争之后呢，大家是全方位的而且是没有这种边界，没有任何的限制的这样子的紧密的合作，从政治、经济、军事，特别是中国大陆现在能够在支援俄罗斯被经济制裁之后呢，最近都有听说江湖上有在传说，俄罗斯现在确实也有自己本身金融本身的钱不够了，打战钱不够了，那么是不是也把黄金卖一点给中国大陆？所以大家最近都在观察这件事情。但美国跟日本不一样，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川普，他在包括先前在对待高市早苗的时候，各位你们要知道，川普的眼中只有强人才可以跟他站在一起。
其他的所谓盟友都是他脚下的爪牙或小猫咪。我觉得日本在现在整体的状况来说，虽然没有说高市早苗这次获得很大的人意狂胜了这次的选举，但是作为民意的支持，并不是使得国家的分量在国际间或者是跟美日关系当中就上了一个档次。因为从美国包括川普的角色眼中，还是看你，我们可以看到他祝贺之后呢，贝森特利果跟他讲说5000亿投资，你赶快来马上这个东西就立刻刺中那个酸软点所以这个中俄跟美日，我觉得不能放在同一个这个架构上，大家来称哪一个东西比较重论斤计价。而且我讲国与国之间现在进入的部分，我们都知道国家跟国家之间的关系，我们觉得这几年因为川普的关系，大家看到国跟国之间签订了很多东西，仿佛都是虚幻的。只要领导人跟领导人一有意见变化，或选举又换了人之后，一切都可以重来，包括最近巴拿马运河的等等的这些争议。所以呢，这种领导人之间的状况，我们来对比中俄，确实是比较紧密的。那现在当然中美大家有点跳 tango， 我对你一步，你对我步。许光刚当然讲休兵了，但是之后究竟难道没有暗藏玄机？难道内部里头没有抗争吗？我觉得川普是习惯冲突的，但是他也会制造一些包括跟中国之间的所谓这种平息冲突的起来，因为冲突可以赚钱，他很擅长丢出一个关税，叭，股价又变化，然后又发出一个好消息，所以对他来说，和平跟刚刚冲突来说，这两个都是他在用的东西，商人很懂得用这一点。但是呢，终究偶尔要解决问题，比如说现在美国现在期中选举要出来了，但是我认为现在是这样子，中俄还是就是大家经济的更深度的合作，习近平也经常表达就是很合作，普丁也是，两个人是双向的奔赴，可以这样讲。但是呢，我们看川普在这次川习会可能会有点微妙，因为现在全世界都认为有可能会谈台湾问题，而且在台湾问题当中，在这个当中会触及到什么样的界限？有没有涉及一些交易性的东西呢？台湾可不可以被拿来交易？至少现在在美国的鹰派或对中的鹰派对台应用动来都是很焦虑的，那么有各式各样的放话，所以川习会4月当中，虽然还是会有中美方方面面从政治、经济、贸易跟等等的这些采购的议题，但大家觉得最集中，过去还没有认真谈的就是台湾问题了。好，接下来的台湾问题会不会在这次习川会当中被提到？我们会持续做关注。那其实另外大家也在很关心的事情，就是打了这么久的这一场俄乌战争，会不会在这个习川会之后有一些新的发展、新的可能性呢？是否可能落幕？原因是因为川普最近又跟这个泽伦斯基有所谈话。那泽伦斯基他在近日也透露说，美国有表达希望6月前要完成所有的谈判，甚至签署文件，目标是在今年的夏天前要结束俄乌战争。为什么川普急着在6月前要泽伦斯基结束战争？这个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个事情是，为什么选定在6月份，而且是刚好卡在习川会之后？难道这当中川普也希望藉由中国大陆的角色去让这场战争落幕吗？那选6月又跟期中选举有没有什么关系？干哥又怎么看？这完全都已经在川普的算计里面了。你知道为什么在6月之前你们要给我不要打了，停战？为什么？6月以后我很忙啊，我要忙着我的期中选举了，你们不要再来捣蛋了，对不对？这是他个人的理想。为什么？因为他认为过了6月，我真的没有功夫可以理会像这样子对他而言是像鸡肋一样芝麻蒜皮的事情。他认为你们早就应该要谈了，然后这是最重要的一点。然后第二点是什么？第二点是，4月川普就要跟习近平主席见面，对不对？川普已经绝对的知道，普丁跟习近平见面不会在他之前，而是在他之后。所以说，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跟习近平主席见面之后，我一定会请托他，下次你跟普丁见面的时候，一定要帮忙把俄乌战争这件事情挂在嘴巴上面讲，希望能够在今年6月底以前把整个战事不要说全面结束，但你要和缓，至少要签署初步的和平条约，和平协议，那这样子，我作为美国的领导人，我就可以干嘛？我就可以比较安心的去大卫营度假了，我就比较对大家有个交代了。对于共和党在11月的期中选举有大大的加分啊！所以这里面的请托，这里面的算计，都已经放在这个台面上面给大家看得一清二楚。
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老实讲一句，一点都不奇怪。而且说句实在话，这个时候如果北京再不出面的话，美国已经想不出来有什么更好的方法。难怪泽伦斯基他会明白讲说，美国总统川普已经告诉我，6月底之前一定要能够达成基本上的和平协议。但是现在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卡在乌东嘛，大家知道吗？顿内茨克、扎波罗热、赫尔松这4个省这4个州的问题，到现在还是解决不了。其实主要问题还是卡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川普可能有另外的一些条件给了泽伦斯基，不然他不会放出这种风声出来。全球最瞩目的可以说是2通热线啊，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就是美、中、俄这3大国的领袖呢，他们这个领导人分别通话，由谁发起的呢？就是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发起的。他先是跟普丁俄罗斯总统先进行了一个视讯的通话，那强调双方要携手维护全球的战略和平。紧接着几个小时之后呢，习近平接着跟美国总统川普也展开了通话。看看2人都聊了什么问题啊？那川普在这个事后呢，他在他的这个社群平台上发说，他跟习主席进行了一场非常愉快的电话交谈，讨论的东西也是非常包罗万象，从贸易、军事，包含4月的这个访中行也是很多人都在关注，包含台海的议题、俄乌战争、伊朗局势等等。美国呢还要卖中国石油、天然气跟农产品啊，这是川普最喜欢讲的事情。美国又要出货了，特别强调他跟习主席的私人关系是非常良好的。好，看到这个通话非常的关键，在这个时机点因为现在全球很多局势都在发生当中，而且这一次呢，竟然是习主席主动，不一定是主动啦，但是由他来跟2位领导人来做一个牵线。那大家就很好奇了，怎么会在中国在这个时机点做出这样的事情？那可能除了拜个早年之外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中国大陆的领导人在此刻做这番决动，在全球当权的局势里面，包含川普、包含普丁都要卖他面子。那么这2通通话究竟有多高的含金量？我们先请教蔡委员。首先这个谈含金量言之过早，但是有重要事情要商量，这倒是确实的。那什么事情重要的到1天之内要跟普丁打完电话，接着跟川普通电话，这个当然是事先安排好的，所以抓住2边都有空的时间，习近平也有空的时间来跟他们这个视讯通话。对，这当然旁边会有很多的外交部长什么都在旁边来配合跟陪同。那这个电话里面，我其实看来看去，这些对中国都没什么重要性啊。那习近平急着跟他通什么电话？唯一跟中国有关系只有台湾的军售问题。对，台湾军售。所以你说美国要推销石油、天然气给中国，需要习近平打电话给他吗？不需要。你说美国要跟中国谈贸易，这个习近平要打给他吗？也不需要，都是川普在东搞西搞嘛。那你说有什么军事了不起的？所以俄乌战争跟中国更没有关系啊。伊朗局势，难道伊朗有什么事情要透过中国传达给美国吗？这个就不清楚了。但传达讯息也不一定要总统对国家主席这种通话。对。那我想对中国比较重要的就是，现在美国要求台湾编庞大的国防预算，去跟美国购买武器。我想这一部分应该是川普想要主动的从这个习近平想要主动的从川普得到一定的答复的，是这才是重中之重。因为在釜山他们据说没有谈到台湾问题，而现在新闻也好，或者是新华社也好，或者川普的这些这个所谓出 social 也好，他都一笔带过。但是一笔带过这么简短的，有需要打这种电话吗？显然里面很多东西是没有曝光而已。那我们就要去做判断，习近平如果为了台湾问题跟美国总统川普打电话，目的何在？第一个当然是要缩小美国军售台湾的规模，要缩小美国军售台湾的品项，一定是这2个目的嘛。那如果这2个目的习近平打这种电话没办法完成，那习近平的电话就白打了嘛。那可是我想川普会交换条件，那你们有石油啊，你们有天然气啊，哪一点？你去帮那个伊朗讲一下，俄乌战争你跟普丁讲一下吧。这个是
我们这个叫做报价，啊，这个川普的报价啊，然后这个习近平的要价，这个谈判本身就是一种交易了，所以他一定会讲得很细啊，哪几项你不可以卖给台湾，金额不可以超过多少，啊，不可以多少，一定会有这些要求，不然你习近平打的，哎呀，你要慎重处理啊，然后这个妥善啊，不然影响到中美关系啊，这叫泛泛之谈。这么重要的事情不可能泛泛之谈，一定谈完了以后，他的新闻官员对外就是简单2句交代过去，真正的细节不会讨论。那川普也是一样啊，我跟习主席关系很好啊，你看嘛，他帮我买那么多东西啊，所以美国选民要投票给我啊，也是这个含义。但是真正的他答应习近平什么，他也不会讲。那普丁也是一样啊，普丁讲的也是台面话。哎呀，不管国际局势什么变化，我们2个是永远友好啊，我们要持续发展啦。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们仍然是中国的能源的最重要供应者，它一定是，老习啊，你去年买的太少，今年要加码，一定是类似这些东西。那习近平主动打电话给普丁，他没有求于普丁的地方啊，他没有需要跟普丁谈什么事啊。那我想关键应该是帮忙传递重要讯息。这个重要信息是美国要他传的啦，还是伊朗跟他传的，还是哪个国家呢要他来妥为，协商一下？那这个普丁你有什么意见？我可以带过去啊。因为这种有时候非常高机密，谈到一个重要事情的时候，大概就只有这个国家元首跟国家元首要直接去沟通，而不至于是要透过什么外交部长来沟通，会有这种情形出现。没关系，我们让子弹飞一飞，隔2天再观察一下。好，3位大人物确实谈了有哪一些具体的细节，我们现在外界不得而知哦，我们只能做过一些推敲来判断。但是这一次中美俄3国元首的通话，谈论的议题除了值得推敲之外，这个时机点也非常的一个巧妙，因为这个通话时间呢，正是美俄乌3方会谈的前夕，同时也是伊朗局势是要走向和平，还是要走向开战的关键时期。另外就是在中国旁边，东北亚这边。日本国会改选之前也有事情在发生，所以可以说在这个时机点展开对话，牵动全球的脉动跟浓厚的战略考量是不容小觑的。所以我们就要继续来深究，习主席跟普丁先是进行了视讯通话，视讯通话是看得到彼此的哦，我们都说见面3分情，然后接着呢再跟川普电话会谈，那就是只用声音来交流了。2场通话2种含义啊。那从这个先后顺序上，还有形式上，里面有哪一些讲究，又会对现在当前刚提到这些全球局势可能产生哪一些影响？想跟赖老师请教。我们来看一下大陆在处理这个习近平跟普丁通电话，跟处理跟川普通电话的新闻处理方式是完全不一样啊。首先跟普丁的是视讯电话，所以后面是摆出2国的国旗都摆在后面，所以这个通话是很正式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新闻的画面里面是双框都摆在那个地方。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在于他们的官方的媒体是头版头就出来了，这个是代表说普丁中国人看普丁是中国的朋友，也就是俄国是中国的朋友。那晚上跟这个川普通电话是电话而已。那电话我们也看到他们的新闻处理方面。就在编栏旁边，就是直接说习近平跟特朗普通一个电话，没有这个照片，没有任何画面，而且放的位置是相对来讲小很多。这代表中国大陆跟美国，它基本上来讲不是朋友，是竞争者，是对手，是合作者这样的一个态势。我觉得这个讯息是放得很明白。那跟普丁通电话的时候，他们的合作的方向是比较深远的例如说包括太空领域。包括很多的领域里面，他们谈的这个合作计划通常是比较久的。可是他跟川普通电话的时候讲的，只是说看看能不能在2026年，就是就这1年，中美的关系能够平稳，就这样子而已，没有什么期待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2个国家的层面不同。那为什么会跟普丁通这个电话？而且普丁也知道晚上习近平会跟川普通电话这代表说中方有告诉普丁。说晚上会跟川普会通电话，这代表中俄的关系的互信机制是比较高的，中美的关系没有这么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您知道在这个1月31号，
川普突然间宣布说，印度要向委内瑞拉买石油。2月2号的时候就说，我已经跟印度达成了协议。那现在格里尔准备要到印度啊，或者叫印度的官员到美国，要来谈这个协议，要把它形成文本，要签下来。那也就是川普是先跟这个莫迪通了电话以后，他的25%的惩罚性关税拿掉了，换得什么？换得印度不向俄罗斯买石油。另外，也就是有关于这个另外25%的关税降到18%，但是换的什么？换的美国的农产品进入印度是零关税，这个很严重哦。这个对印度，所以你看印度现在焦虑啊，他们现在在野党要求莫迪，你把话说清楚讲明白，你把文本拿出来给我们看，因为如果美国的乳酪、美国的这些农产品进入印度的话，印度的农民会死一片，根本毫无竞争力。而印度的农民跟我们不太一样哦，我们的农民数大概就占9%不到嘛。印度的农民是40以上到50，甚至到60哦，它的占比非常高，所以这个对印度的农业来讲会造成很大的冲击。另外，川普有说印度要向美国买5000亿美元的商品，5000亿美元，美国跟印度的1年的贸易额也不过就是1200多亿美元。是，印度向美国出口的是870亿美元，印度从美国进口的是400多亿美元。那你这个400多亿美元，你要发展到10几倍，2年内要做到，顶多3年，那这个印度这个钱哪里找出来？所以等于是你的很多的石油的采购变成要向美国来采购，这个是一个大事。可是对于俄罗斯来说，一旦少了这个能源，印度的这个缺口怎么办？中国大陆可以补，因为这个对于俄乌战争的持续性。跟俄国的经济跟他的未来的能力这个部分里面，我觉得普丁需要中国大陆帮忙。所以普丁的谈话6点中有2点，第一个谈到说我们去年中俄的贸易额有下降，但是还维持一个2000亿美元的水准。但是他在最后一点的时候，他就提到了说，我们俄罗斯是中国能源的最大供应国，所以他还是希望由中国大陆可不可以帮我填补印度的这一块。那我个人是认为，印度现在一直不说他有没有买石油，可是问题就在于没有买石油，川普怎么可能25%不用的？不可能的事情，这个一定会签协议的没有签协议，这些都还不做算。另外，中东的问题，您提到为什么会跟川普打这个电话？川普的林肯号航母已经进入战备状态了，对，它的识别讯号是关掉的。为什么伊朗的无人机可以找得到？大海茫茫，你要找到一个300多米长的这个航母，不是容易的事啊！你的定位、你的卫星、你的追踪器是怎么来的？所以我个人认为，要不就是俄国供应，要不就是中国大陆供应，不然的话不可能够这么精准的无人机直接飞到你这边来。那这个时候发生的事情是发生在2月2号的中午的时候，它是600公里远。距离伊朗的南部，结果2月3号，伊朗公布美国的林肯号航母退到1000到1200公里。那现在美国的军方没有证实说美国的航母已经退到1000到1200，他没有证实，但是也没有否认。但是伊朗把他的公布出来。那如果这个讯号是中国大陆，这个情报是中国大陆供应的话，对于美国要处理伊朗的问题，那他就必须要想更多了。所以他没有中国大陆的协助，他如何能够妥善的跟伊朗进行和谈判？好，赖老师刚刚提到这个林肯号的位置曝光这件事情，我们待会还会有深度的讨论。还有另外一个观察指标，要先继续看到是川习这2人通完话之后的各自表述。川普总统大家都知道他的个性，所以他把这次的重点放在了中国大陆承诺要增加向美国采购大豆，提高到2000万吨，还承诺会买美国的石油、天然气、飞机引擎等等，反正就是美国我们有大出货、大胜利那一套论述。那中国方面呢，他只要求一个东西，就是特别强调台湾议题，要求美国要在对台军售案上面务必要慎重处理。所以种种的铺路可以看到，4月份川普去访问北京的时候呢，这个访中行程，台湾势必会成为一个焦点。
或者是大国之间的谈判筹码嘛？张军怎么解读这一次？其实这次习近平在跟这个川普通电话之前，他跟普京通电话，我觉得这东西就有绩效在里面哈。可见的，习近平先跟这个普京打个招呼，说我今天晚上要跟川普讨论一些事情，然后让普京能够了解，以免说是普京有错误的解读。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当然最近这个国际纷争很多啦，包括到这个俄乌也正要这个和谈的谈判啊，包括到伊朗这个美伊有没有可能开战？当然我们都认为是以这个为主，但是没想到台湾问题这个时候也被提出来讨论这代表说台湾问题在习近平跟川普眼中是非常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框架议题。那台湾在全世界三强，也就是美中俄三强的博弈之下我们很难说是避身事外，这是必然事情。那我们从这个中美双方所谈的条件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川普讲的中国会跟他买天然气，也会跟他买黄豆这些农产品，那是不是代表说是这个我们讲比较那一点，是不是说我中国答应给你买这些东西，那你这个军售的部分是不是就不要再卖给台湾了？这我们合理来推算，是不是有这个意涵在这里面所以我们台湾自己本身要留意的一件事情，这个明年这个川普跟习近平今年可能会见4次的面，包括到这个4月份川普去访中然后 APEC 会议可能两个还会再见一面，G20还会再见一次面，之后是不是习近平应邀到美国去访问啊？可能还会再见4次面。这4次面，我们台湾必须要担心的，会不会有我们所说的第4公报会出现？对于美国对台的军售部分来讲的话，我觉得这是我们台湾要留意的一件事情。是。